真的是太 amazing 了。本周的大赛出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构筑，并且水军打20的胜率也是逐渐的回温，到底是为什么呢？水军在大赛的使用率又突破天际，本周又有什么好玩的构筑出现呢？而本次大赛的冠军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老战友的构筑，整体上的表现都非常强势，而这套构筑就是大家好，我是童年阿成。目前观看视频的人数只有2%是有订阅的。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订阅和按赞，也可以用超级感谢支持我。那正式进入本期的视频吧。首先，第一个要介绍的是水军构筑。本次上版的依然是搭配忍蛙和鬼龙的构筑，而且本次上版的共有15副，相对于上一周上升了4副，也是目前大赛最多数量的一次，依然是目前版本最热门的一套构筑。而综合比赛环境使用率来到了 19.28%， 算是近期的版本使用率最高的一套。意思就是每打5场最少就会遇到1场的概念，并且也是本次大赛的前3名的牌组。而接下来下一个要介绍的是达克的构筑。本次上版的是和鬼龙的搭配，上版的数量提升到了6副，相对于上一周的3副，这次上升了3副。而综合比赛环境使用率也是来到了 10.45%。而接下来下一个要介绍的是快龙构筑。本次上版的数量只有1副，不过也是拿到了不错的成绩，而综合比赛环境使用率来到了 0.98%， 应该说是这个版本算是目前快龙相对以前的版本获得最好成绩的一个版本。而这一套也是许多玩家非常喜欢的构筑，不过这一套要能上场依然是要达到一些条件的，那就是要能接受卡手，毕竟这一套的卡手率是非常高的，以及对环境有非常高的理解，知道什么时候该进化快龙1叉或者是小只的快龙。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一定要和这套卡组培养羁绊，每天练习闪银朵罗。接下来下一套要介绍的是雷公构筑。本次上版的只有1副，并且搭配的是和自爆磁怪的组合，综合比赛环境使用率来到了 1.97%， 胜率则是在 47.91%， 依然是再次拿到非常不错的成绩。而下一个要介绍的是20构筑。本周上版的共有4副，并且也是获得了前10名的好成绩，综合比赛环境使用率依然和上一周一样排名在第3名，整体上在目前环境依然是非常强力的，并且在对战环境和对战的场次越来越多后，比赛数据也显示了其实水军并没有非常害怕这一套构筑。而下一个要介绍的是银棒构筑。本次上版的只有和杰拉奥拉的组合，本周上版的共有2副，比起上一周的上版的数量是一样的，并且本次大赛也获得了前3的超好成绩，综合比赛环境使用率来到了 0.93%， 胜率则是在 53.07%。整体上的优势就是前期节奏顺风的话是非常强力的，中后期就比较可惜没有强力的大哥把伤害补齐。不过这一套其实在上一周还是上2周，色带其实也是有出过这一套构筑的这个影片，不过当时我看的时候蛮多玩家都骂这一套构筑非常烂等等的。不过我觉得大家如果觉得卡组不好用的话，大家绝对是可以交流的，但是不能没有什么数据的根据啊，或者自己的体验心得都不解释，直接就骂这一套构筑很烂，只是单纯的骂构筑的不好，我自己个人还是觉得是非常奇怪的啦。毕竟这一套构筑能在赛场上出现，而且能够在排位上榜到世界第6名的成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已经是非常好的成绩了，但是留言还是在讲这一套构筑非常烂，我认为这个现象是非常不合理的，好像是在骂那些世界级的玩家很蠢的感觉。接下来下一套上版的是我们的火翼步构筑。本次上版的也是只有1副，与上一周一样，并且综合比赛环境使用率也是上升到了第5名的位置，胜率则是维持在 51.87%。而下一个要介绍的是我们暴击丸的构筑。本次上版的只有1副，并且综合比赛环境使用率也是来到了第6名的位置， 2.94% 的使用率。本以为20的出现会让这一套的使用率大幅的上升，虽然有提升一些，并且对20构筑也是算比较好打的，不过这一套在面对水军的时候依然是非常难打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一套的数量并没有提升那么多的原因。视频制作不易，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按赞和订阅，也可以超级感谢支持我。那我们这次进入第3周325人大赛的 Top 32和有趣构筑介绍吧。首先第一套要介绍的是日神和炎帝水军的构筑，在本次大赛获得了第77名的成绩，这套算是近期还蛮不错和有趣的一套构筑。整体上强势点就是靠着日神的低能量高打点来造成伤害，并且荒芜鸟的部分就靠着玛基亚娜来解决，而炎帝和水军的主要功能就是来绿牌的，类似以前的这个仙子伊布的搭配，但是炎帝和水军在这套构筑是完全无法攻击的。
不过虽然绿牌没有仙子那么强势，可是也多了2个空位，我们可以代替额外的辅助卡或者支援者来做更多种的搭配，也是近期日神最强的一套构筑，推荐给喜欢日神的玩家，但是目前依旧只能给这套构筑一个 C 贴的位置。接下来下一套要介绍的是椰蛋树和阿罗拉椰蛋树的组合，在本次大赛获得了第65名的成绩， 0.92% 的使用率，胜率则是来到了 47.06%。这一套和上一周也是有看到日本玩家用这一套上到前30名的排位好成绩。整体上强势的点就是靠着阿罗拉椰蛋树在后期搭配医术，可以一击打出爆发150点的伤害，昏厥对方的宝可梦。这个伤害确实在目前的版本算是非常恐怖的，毕竟大部分主流的基础1叉宝可梦血量只有140点，所以是一个秒杀级别的伤害，并且搭配记忆灯泡，让阿罗拉椰蛋树可以更快速的填能，再加上草系的构筑有非常多的续航卡牌，所以这套构筑的卡通常不容易被秒杀。不过我相信在之后推出草系填能的宝宝后，这一套应该会更强，并且起手必然是我们的蛋蛋，所以相对是非常稳定的。不过如果对方是比较前期的构筑，像银棒藏兽构筑等，这一套就会打得比较难受，因为大部分时候只能养出一只阿罗拉椰蛋树。目前依旧可以给这套构筑一个 C 贴的位置。接下来下一套要介绍的是暴击吻和究极异兽的组合，在本次大赛获得了第28名的成绩， 1.85% 的使用率，胜率则是来到了 47.06%。这也是久违的暴击吻再次回归，可喜可贺。这套强势的点就是由于属性克制，所以在面对达克鬼龙以及20算是非常的有优势的。但是由于爆发不高的关系，再加上现在整体环境都是水军，而这一套在面对水军的对局都是非常劣势的，胜率仅能保持在27%左右。关键原因还是在论 poker 还是论爆发都是略输水军一等的。但是这一套依然是可以玩的一套构筑，不过就是非常害怕水军，目前只能可以给这套构筑一个 B 贴的位置。接下来下一套要介绍的是我们闪一斗的快龙和仙子伊布的组合，在本次大赛获得了第18名的成绩， 1.85% 的使用率，胜率则是来到了 56.41%。这一套算是还蛮强的，在面对达克20算是没什么害怕的，不过相对比较害怕有 poker 的构筑，让我们不能养后排的迷你龙。而这一套强势的点依然是靠着宝可梦的快速填能，有机会让我们在中期的快龙就可以打出高爆发的伤害，并且再搭配琴音和宝宝的轮流替换，让快龙不会有手酸的问题。不过看目前比赛数据的话，快龙的使用率和胜率确实是有在慢慢的提高的，这个也证明了只要累积够多和宝可梦的羁绊，就能提高几率闪一斗罗抽到自己想要的卡片。这套绝对是非常推荐给喜欢快龙的玩家的，一拳下去昏厥对方的宝可梦真的是非常的爆爽。顺风和逆风完全是2套不一样的构筑，目前只能给这套构筑一个 CS 贴的位置。这套也是一个会跟着梯队和跟着你的羁绊而改变的超强构筑，别再跟我说它烂，快去练习闪一斗罗。接下来下一套要介绍的是雷公和自爆磁怪的组合，在本次大赛获得了第8名的成绩， 1.85% 的使用率，胜率则是来到了 46.67%。强势点就是靠着3合1磁怪的自行填能，手填基本上都是填给我们的雷公即可。不过这一套在目前环境还是要偏顺风才会强势的，或者在雷公 poker 后对方没能及时补血的话，我们可以用次日让对方的关键宝可梦上场。但是由于宝可梦过多，所以起手如果没有雷公绿牌的话，中期就会偏弱势一些，所以整体上算是非常的不稳定的，目前只能给这套构筑一个 B 贴的位置。而接下来下一套要介绍的是火一部和仙子一部的组合，在本次大赛获得了第7名的成绩， 5.85% 的使用率，胜率则是来到了 50.42%。整体上强势的点就是对付达克还算蛮有优势的，最主要靠着这套火一部的极限伤害，如果加上伊布包包和赤红，可以造成170点的伤害，哪怕只有使用一张赤红或者包包，都能够昏厥我们目前版本非常主流的达克鬼龙，并且这套伤害也足以昏厥目前大部分主流的基础1叉宝可梦。如果顺风的话确实是蛮好对付水军的，但是前期如果卡手的话，基本上就非常难处理水军了。新玩家要注意的一点就是火一部 ES 在使用特性如果没能及时补血的话，对方的水军基本上很容易就可以直接用次日把你抓上来，然后水军直接打出伤害，所以这点是要非常注意的。整体上还是可以给这套构筑一个 B 贴的位置。
下来下一套要介绍的是20大王的构筑 8.92% 的使用率，胜率则是来到了 54.59%。整套强势的点就是这一套构筑非常的稳定，并且打大部分的构筑不是压制局就是5-5开的局面。而在目前的数据表现，水军与20的这个400局的这个对战表现，其实水军并没有被压制非常多，水军的胜率在面对到20的时候还是能保持在 48%， 相对于上一周提升了4%的这个胜率，主要还是因为目前大家已经非常了解20的套路了。前期看到20构筑直接填能给忍蛙以及鬼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会提高蛮大的赢面。填能给水军的话，就很高几率会被对方的20给拍掉能量，再加上面对20大王，水军是非常难打出伤害的。目前可以给这套构筑一个 A 贴的位置。接下来下一套要介绍的是我们银半战兽和杰拉奥拉的组合在本次大赛获得第3名的成绩，10%的使用率，胜率则是来到了 42%。这套的优势就是快攻是非常强势的，算是目前比较明显克制水军的一套构筑，胜率在面对水军的时候会保留在 63% 左右。为什么呢？主要还是因为无论是银半还是杰拉奥拉都是非常快攻的一个角色，杰拉有机会2回合直接昏厥对方的水军或者泡沫啊。不过这一套如果拖到中后期，基本上就是非常难打出伤害的，越后期能量会根本跟不上填能，并且爆发也不高，整体上还是可以给这套构筑一个 B 贴的位置。接下来下一套来到了我们的水军和忍蛙的组合，在本次大赛获得了第2名的成绩， 24.92% 的使用率，胜率来到了 50.66%。这一套的使用率真的是突破天际啊！这个使用率基本上每4场对局就会遇到一场水军，真的是太 amazing 了。并且这一周大部分的这个水军构筑都是会带喷雾的，在面对20和达克鬼人都有非常不错的表现。最主要喷雾在目前环境的主要功能还是无论在面对化舞鸟20或者达克都是非常有用处的。第一就是可以干扰对方的节奏，而且全部目前主流的构筑都是大屁股，被换上场后是非常难撤退的，再加上喷雾也可以替换掉对方后排正在养的关键宝可梦上场，有机会前期和给这个关键宝可梦一些伤害后，中期直接哪怕没有忍蛙的 Poker， 我们照样可以用次日把对方抓上来给昏厥。目前这一套绝对是妥妥的 S 贴的构筑，只能说目前水军应该会强势到最后一周了，真的是太 amazing 了。不过就是不清楚会不会在下一周的使用率上升到 30% 呢？大家觉得呢？最后来到了我们的冠军 The King is back， 久违的在大赛再次拿到冠军的就是我们的达克鬼龙的组合，真的是太 amazing 了，还得是你 9.96% 的使用率，胜率则是来到了 50.27%， 整体构筑的上限和下限都是非常高的，再加上喷雾能在不消耗资源者的情况下把对方的这个泡沫蛙抓上场，让我们的这个达克莱伊能够 poke 对方的泡沫蛙，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波操作。因为这一套构筑其实一直以来都不是非常害怕水军的，但是会比较害怕忍蛙成型后的这个 poke 伤害，忍蛙的 poke 是非常容易打乱这一套的整体节奏的，所以喷雾基本上在目前环境算是必带的。当然本周也是一样的，达克鬼龙依然存在在 S tier 的位置，只能说这一套的表现永远都是那么的 amazing。本期最主要就是教大家新的英文单词 amazing， 不懂这是什么主播真的是太好了吧，看宝可梦比赛资讯又能学习新的英文单词。但是回来我们只能说目前的整个环境并没有非常大的变化，唯一比较大的改变就是水军的使用率还是不断的在提升。大家觉得下个礼拜水军的使用率会有机会突破 30% 吗？不能再说了，我要去练习闪一躲热了。大家快按赞留言，觉得不错的话也可以超级感谢支持一下，老子要去练习闪一躲热了。人生不一定会过得非常的顺，但是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人生过得非常的 amazing。